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我们家的路由器在刚安装的时候网速特别快，到后来是越用越慢。像这种故障，一般的都是我们家的 WiFi 很有可能是被别人已经蹭网了。今天我教大家用手机就可以进到这个路由器的设置界面，看一下有多少设备连接到我们家的 WiFi，然后我们给它重设置一下这个 WiFi 密码，就可以防止蹭网了。我们用手机输入这个路由器管理页面的管理网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到手机上设置一下。首先打开手机设置，然后连上我们的 WiFi， 打开手机的浏览器，在这里输入 IP 地址或者路由器后面的管理页面都可以。进到这里，我们选择网页版，然后输入路由器的管理密码，点击确定。然后选择右上角这个暂不登录，现在就已经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。往下边滑动，我们看一下设备管理这里，这儿有个7就是证明有7台无线设备连接着我们的路由器。点开后，我们发现有3台苹果手机，一台华为，一台 OPPO， 一个 vivo， 还有一台应该是个网络电视盒。现在是7个设备连接的我的 WiFi。我家里边没有这么多的 WiFi 设备，应该是被蹭网了。每台设备现在都可以管理它的网速，也可以给它禁用。像这种情况，最好是修改一下自己的 WiFi 密码。我们点一下第一项网络状态，然后回到主页面，在左上角主人网络这里，我们修改一下密码。密码设置为最好是字母加数字。点击确定，然后密码就修改成功了。手机在连接 WiFi 的时候，只需要输入新的密码就可以了，网速肯定会比以前快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对讲机，客户说是不能使用了，然后我们通上电试一下，然后点启动，打开以后就这样一直不停的报警。像这种报警不开机的情况，它一般的都是这个对讲机下边的这个底部这个感温头，它如果没有感应到这个豆浆机里边的水的话，如果给它开机的话，它就会不停的报警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把这个机头给它打开，看一下是感温头问题，还是一些线的问题。我们拆开检查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内部，然后这一条白色线和黑色线就是通那个感温头的，然后到上面它是经过一个对接头，我们把这个对接头拽开。拽开以后，我们用温阳表来测一下这个感温头，看它的阻值。这个感温头是个100K 的，然后我们温阳表打到200K 档，我们来测一下。测的话，这儿不是有3条线吗？中间这个白线我们不用管，这是一个地线，我们只测两边的黑线就可以了。我们来测一下，现在是3K， 这个阻值明显不对，应该是这个感温头有问题了。我们换感温头来试一下。我找了一个正常的感温头，我们测一下这个阻值是多少。这是一个143.6，这个是个正常的，它是100K 的感温头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装上去试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拆这个感温头也非常好拆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刀片先拆下来，然后在这边拆这个电机，这个电机这儿有4条螺丝，可以把它卸下来。然后这个变压器也在这儿有点碍事，我们也可以先把变压器卸下来的。卸完电机以后，然后这个感温头在这个下面，然后就好拆了。拆的话比较简单。换好以后，我们把它通上电，然后测试一下。如果测试没问题了以后，我们再上这个壳。我们选个果汁档，果汁是可以直接电机运行的，点启动。可以了，现在就转了。好，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感温头坏了，然后我们等会儿把这个壳再上，再装好以后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是一个半自动洗衣机的减速器，它在洗衣机当中也算是一个核心部件。这个减速器就是我在前段时间拍视频的时候，然后把这个拆下来的，这是一个坏的。然后在拆这个上面菠萝的时候，这条丝怎么卸都卸不下来，我是用那个手枪钻把它给打下来的。
把这条螺丝给它钻坏，然后就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以后，然后网友他有些不了解，他就说你钻下来以后是拨盘拿下来了，然后这条丝你怎么取出来呀？我想着这个本来就是个坏的，取这条丝干嘛呀？我们换的就是这个，它坏了吗？是不是？卸这个不是多余吗？他可能不太了解。现在我们接着聊重点啊，就是这个减速器，如果早发现它损坏了，早更换；如果更换不及时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会把洗衣机的电机给烧坏。怎么能不拆洗衣机的情况下能知道它坏了呢？像一般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减速器坏了以后，在洗衣服的时候，就上边这个波轮它一直在转，我们从外边就能听到声音，哗啦哗啦的一直响。这样响的情况下，肯定就是一般的都是这个减速器坏了，是它这个里边这个水封，从水封里边进取水进到这个内部，它内部它就齿轮会损坏，然后就洗的时候就噪音特别大。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是这个减速器坏了，声音不正常以后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洗衣机后盖打开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内部，这个内部这一块这个外观这儿如果发黑，它一般就是进水了，它不进水的情况下它是白色的，不可能是黑颜色。这个水封坏了以后，它会水从这个水封然后流到这个内部，它会从这个边儿水滴在这个下边这个半部分，这儿是皮带，滴到这儿以后，然后皮带它就甩的过程中就会把水甩在电机的上面，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把电机给烧坏。看这个减速器，它颜色已经发黑了，然后这些白色的都是水，看到没？这都是水印儿，水的痕迹啊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打开了，我们看一下里边这个水啊，现在还有呢。它这个里边都是齿轮，然后它有一些黄油，然后它一见水以后就变成黑色了。所以说判断这个，只要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它有没有损坏。如果早发现发黑了，然后就及时更换；如果不更换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会用几天会烧坏电机的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拆袋子的一个方法。像这种米袋或者面袋，很多人在拆的时候都是用剪刀，在这边呢把这个线给它剪断，然后拆半天发现拆不了，然后呢就在右边这边又给它剪开再拆，也是拆不了。到最后呢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把这一点的把这个线都给它挑开了，这样拆的话非常的麻烦。我给大家分享这方法呢，其实只要记住这句口诀，就可以快速的1秒钟把它给拆开。这句口诀呢，就是我们来看啊，像这个面袋或者是米袋，我们看面袋呢，这边这个线是一个单线，然后这边是双线啊。所有的米袋或者是面袋，它这个线都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在拆的时候这句口诀就是单线朝我啊，这边是单线，然后就朝向自己。我们从右往左，这口诀就是我们要从右边往左拆。拆的时候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上面有一个结儿，我们给它弄开，根本不需要剪刀啊。我们把这个扣先给它解开，只要解开这个扣以后，用手一拉，这个线就开了，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看，把这个线拽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看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看一拽就掉了，是不是很轻松，是吧？我们看，哎，你看这样，看立马这个线就掉了，非常的速度快，是吧？只要1秒钟就把它拆开了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今天修一台电脑，客户说是不开机，然后我们点一下开机键试一下，电脑是没有任何反应。像这种开机没有反应的情况下，一般可以分为三种。第一是这个电源有问题了，它也会出现开机没有任何反应。第二就是主板，第三就是开机键。这3种有一个坏的，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要一步步的排除。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源，看它有没有问题。检查电源的话也非常简单，电脑这个底座这儿有一条绿色的线和黑色的线，然后用个镊子给它短接一下，看风扇转不转。风扇可以转动，一般的就是可以大概的判断为这个电源不坏。这边都是安全电压，用镊子是没问题的，它不会电人的。
这个电源不坏，那剩下就是这个主板或者是开机键有问题了。我们现在排除下开机键有没有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找到开机键的它这个插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个耳机插孔，这写着 Audio， 然后另外一个这黄色的，这个边上写的是 USB， 这个是 USB 的，也不用管它。然后就是剩下另外一个的了，另外这一个它就是连接开机键的。大部分主板上都写着有那个标注，就是 POWER， 那两条线就是开机键。有的一些品牌电脑，它上面没有标注，像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。这个是开机键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壳打开，找到它的两条线，这儿有3个卡的，我们给它抠开，然后这个盖就打开了。打开以后，然后开关在这儿，这个是电脑的开机键，它是个触点开关。然后看这个白线和黑线是连接在这个开关上面的。我们通上电，然后这样短接一下这个开关，看它电脑能不能启动，或者是在主板上短接这个白色和黑色这两条线也可以。如果一短接一下，电脑能启动了，就证明是这个开关坏了。我们来短接一下，这儿是不会电源的，这儿也是安全电压。好，现在电脑开机了已经，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关坏了。这个开机键我已经换上去了，这个是坏的。朋友们，如果没有这个开机键的情况下，也可以不用更换它。还有个应急的方法，就是这个白线黑线给它剪断，拽出电脑的外边来，然后拨出来线头。开机的时候就是这两条线让它互相连一下，连一下以后，然后电脑就能开机。然后这个它也不会电人，才3.3伏的电压，是非常安全的。然后点下开机，好，没问题，电脑已经开了。XP 系统，现在电脑已经打开了。像这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，这个开机键坏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的这个鼠标坏了，不能使用了。点这个左键的话可以使用，右键点好多次才有一下可以使用，不太灵敏了。我们试一下，我们试一下右键，看右键点好多次都没有反应，然后左键我们试一下，看左键好用。像这种问题都是右边这个开关坏了，我们把这个鼠标给它拆开，这儿有个标签，把它撕开就行。然后就打开了，非常简单。这一个就是右键的开关，它这个时间长以后，内部接触不灵敏了，这个有时候可能接触不到，它就点右键没有反应，就是这个的问题。我们把这个拆下来，我们给它上点焊锡，这样的话好拆。然后就掉下来了，这个就是它的开关，这是一个小的触点开关。这个开关是我从另外一个坏的鼠标上拆来的，这个它不坏。然后这些鼠标上的这个触点开关，它都是通用的，只要外观一样，它都可以使用。这个是刚才拆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开关给它装上去。这个开关安装的时候，它是有方向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这个触点，这个按键，是冲这个位置的。这个主板上也有个标注，我们要这样安装，不要安装反了。安装反的话，那肯定这边是不能使用的。还是焊这2个角就行，另外一个角不用管，它是空角。现在已经换上去了，然后我们把它装到壳上面，在电脑上再试一下，应该就修好了。我们再试一下右键，这右键非常好用，现在就相当于是2个坏鼠标对成了一个好用的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个铁管没有对接头，怎么把它们接在一起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铁丝
给它做一个辅助工具，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们两个接在一起。这个方法呢，简单又好用。我们看，因为这两个管都是一样粗的，直接接是接不了的。用铁丝啊，我们来看，先给它把这个铁丝给它先这边弄直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修整一下，窝一下，窝成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来看，然后这边对折一下，这头也一样，弄成这个样子，大概啊就是个锥形的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找了一节塑料管，这个塑料管和这个铁管它的直径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啊用个剪刀把它先剪下来一节，用不到这么多，先剪了一点。剪开以后啊，我们来看对比一下，这个锥形的这东西是大于这个直径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打火机或者是在火上面给它烤一下，给它先加热一下，给它制作一个辅助工具。制作好这个辅助工具的话，就可以快速的把两个铁管给它接在一起，先来加热。我们看已经热了，热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铁丝给它放到里面，给它先扩一个喇叭口出来，这样不停的旋转。我们来看，给它扩个口，这样一直转，不要停。就这样扩好口以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铁管放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它是可以把它塞进去的。我们看塞得非常的紧，塞进去以后呢，然后这一头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我们给它再扩一下。首先呢，先给它加热，加热了以后，这个管就会变得非常的软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铁丝给它扩口了。我们来看，特别软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很轻松就可以给它扩口。扩好了以后呢，然后把这个铁管给它塞进去。我们来看，非常的牢固啊，非常的紧。这边塞进去以后，然后把这头再塞进去，这头你来看也是非常的紧的。就这样，你看水管就接好了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啊，两头给它绑上铁丝，这样呢，它再也不会漏水，而且压力再大，它也不会撑开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好用啊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聊一会儿我们家里边常用的这种 LED 灯，它上面的这些小灯珠。灯珠的型号分很多种，它一般常用的型号一般就两种，一种是这种2835这个型号，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是5730的。就是我们怎么能快速的判断出这个灯珠它是什么型号？实际上，在一些正规厂家它做的主板上面都有标注，这个写的是2835，就是说这个灯珠它的规格，也就是它的型号。如果在杂牌上面没有这个标注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能判断出它的型号？实际上，它的型号就是它的外观的大小。这个28就是这个宽度是2.8毫米宽，然后35就是它这个长边是3.5毫米。总之一句话，别管这个5730还是2835，它的型号就是它的外观的大小。除了知道它的型号以外，我们还得需要知道它的电压是多少。像这种常用的，一般我遇到的都是3伏的，3伏的比较多，然后偶尔也碰到过有6伏的，6伏的不过就特别少。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它是3伏的还是6伏的？如果有万安表的情况下，就万安表达到2极瓦档，我们量一下这个灯珠就可以测试它亮不亮。如果这样不亮的情况下，就反过来再量一下。现在已经亮了，亮了就证明这个灯珠它是3伏的。如果反和正都不亮，那这个灯珠它肯定就不是3伏的，它可能是6伏了，或者一些更高一点的。如果家里边没有万安表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用个遥控器，在遥控器这个下边接2条线，然后2节电池嘛，它也就是3伏的。我们也可以这样测试一下灯珠，看它亮不亮。现在亮就证明它是3伏的，和万安表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这样不亮的话，我们就这样试一下，只要是亮就证明是3伏的。还有这个灯珠在换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用它判断灯珠的正负极。你安装的时候如果安装不对了，它肯定也不会亮的。可以判断它的正负极，我这个黄线是正极。如果测着灯珠这样亮了，就证明灯珠这边是正极，这边就是负极。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台式机电脑，它这个电脑的问题是开机
看开机没有任何反应。然后它这个是外置电源，这个电源我也检查过了，它是没有问题的。像这种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主板。我们把主板上面这个开机排线给它拽下来，第二排最后2个角是 POW， 它是开机信号。然后我们用镊子短接一下这2个角，看看能不能启动。短接以后也没有任何反应，这种问题我们就需要测量一下，看它上面这个电压，看正常不正常。开机键上有 3.3 伏，这个电压是正常的。开机信号电压正常，然后开机没有任何反应，是这个电脑型号的一个通病，就是这个主板上面有坏了一个元件，它是已经击穿了。我们把那个元件给它去掉以后，应该就能修好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主板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 CPU 的散热片再拆下来。这个是电脑的 CPU， 我们看一下 CPU 这边有几个小电容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已经都腐蚀了。然后我们用微安表来测量一下，肯定是有短路的。我们先看一下，用2极管档测一下这几个电容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已经击穿了，这个直接掉了，这个腐蚀的掉了，把它扔一边，然后测一下别的。另外几个没事儿，就这个已经掉了，是这个击穿了已经，现在掉了正好。然后我们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开机。这个电容刚才在我清理的时候，它又掉了，因为腐蚀的太严重了。这几个电容是滤波电容，它少1个2个是没问题的。现在我们开下机，可以正常启动了，这个风扇已经转了。我们就把这个电脑主板装在电脑里面，然后再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进到系统里面正常使用。然后点下开机键，现在已经点亮屏幕了，联想的 logo 已经出来了。现在这台电脑就已经修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个热水壶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，就是打开以后指示灯亮，然后这个里边的没有温度，水是凉的，不加热。像这种通电不加热的这种情况，我们要把这个壶它的底座先打开检查一下。拆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啊，非常简单的。它通电，我们指示灯它也亮。我们看一下指示灯接在什么地方。指示灯是接在这个发热盘上面的。指示灯亮就证明这个发热盘有电，有电不加热，像这种问题都是99%，就是这个发热盘烧坏了。我们用微安表测量一下，看是不是烧坏了。微安表打到2极管档，我们测一下发热盘，看有没有阻值，有没有反应。没有任何反应，看到是吧？没任何反应。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发热盘坏了。这个发热盘，然后和这个底盘和这个壶是一个整体，这个是不能单独更换的。像这种情况，这个壶就是相当于报废了。判断这个非常简单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电压力锅，客户说是不能加热了，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。现在出错误代码10，像这种问题一般的都是这个上盖的问题。我们把这个上盖打开检查一下，在这个上盖中间这个位置，这是一个温度传感器。像10的故障一般都是这个传感器它这个线一般的断了，它会出现10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这儿，然后这条线是在这个里边，然后从这儿连到下面主板的这个线，这个部位最容易断了，因为它开盖关盖，然后时间长了以后这就折断了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问题。拆上盖的话，我们首先先把中间这条丝给拧下来，拧下来以后，然后这个锅盖就能拿下来。然后这几个螺丝还有这几个，总共是5条螺丝，都细了以后就可以打开这个盖了。
打开以后，我们检查一下这些线，看看有没有断的。这边都没有，我们从这个根儿这儿看一下，这儿有断线了。这儿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黑线已经断了，这个白线也马上就要断了。现在我们只要把这个黑线给它接上，白线再同它接一下，这个锅就能修好。现在这2根线我用烙铁已经都焊好了，焊好以后我们给它套上热缩管，然后我们装起来试一下，应该就修好了。然后开机，现在开始加热了。好了，现在这个锅已经就修好了。E0的故障是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电磁炉，客户说是不通电，我们拆开检查一下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保险为什么在这儿放着？可能是客户自己又拆下来了吧？看着保险已经都扎坏了，他已经换过2个了，都是老样子。像这种情况，扎保险扎的这么严重，不能直接更换保险，你更换多少的话，它都得烧坏。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这个主板，肯定是整流桥和 IGBT 肯定有坏的，我们用温表来测量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2个接保险的地方，直接都烧糊了，这个保险应该是直接从上面炸下来的。不过这个玻璃管没有坏，里面炸得非常严重。像这种情况，如果保险有轻微断裂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就是外部电源有问题了，或者电压不稳一些原因，我们可以直接更换个保险。如果炸成这个样子了，肯定就是这个 IGBT 肯定是击穿了已经。我们首先要测量这个，用温表的2极光档我们测一下，这个已经击穿了，这个 IGBT 已经烧坏了，我们把它拆下来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这个确实是坏了。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整流桥，这整流桥也坏了，我们还是一样把它拆下来，还是一样，这个2个角已经击穿了，这个是坏的。IGBT 一般是不会烧坏的，它烧坏以后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5微沙的电容，看它有没有鼓包，有没有容量降低，然后就是检查这个板子上，看它的康动丝有没有开焊。这块板上面它没有康动丝，就不用检查了。然后再检查这个 IGBT 旁边的这个18伏稳压管，看它有没有击穿。如果这3种情况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8050和8550这2个对管给它换一下，都换成新的。你如果不换的话，它肯定还会接着烧这个供雷管，就是 IGBT 还会接着再烧坏。这个主板上一共有6个这个小的，长得一模一样。这边一对和这边一对，它都是8050，这个主板上都有标注。然后这都可以排除了。然后这一对是一个是8550，一个是8050，我们肯定就换这一对。然后这一对从这个主板后边也能看到，它是直接连接这个 IGBT 的，所以说我们就换这一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主板的背面，这2个就是8050和8550对管。它是从这边直接连在这个 IGBT 上面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对管换了，然后把这些坏的元件还有保险都给它换上，然后我们再试下机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们现在就要测试电磁炉了，因为不知道它内部还到底有没有短路的地方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就把这个插在这个维修插排上面，这是个维修插座，灯泡如果亮的话就证明还有短路的，它不亮就证明不短路，现在是没有短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磁炉已经通上电了，然后开机，好了，没问题了，这个电磁炉已经修好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聊会儿这个电位器。电位器在音箱主板上用的是比较多的，然后在别的电器上面也有的需要用这种电位器。像这种常用的电位器，它一般分为2种，一种是单联的，它就是有1排阻值，另外一个就是双联的，它是有2排阻值。它们的大小阻值有好多种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10K 的，这个50K，这个就是100K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
它们的测量方法及好坏判断。这是一个10K 的电位器，我们调这个外阳表调到20K 档。我们测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个表笔在中间这个音腔，另外一个是在这边。我现在是调的是逆时针最小，它现在是9.9多 K， 这个就相当于10K。然后我们顺时针旋转以后，然后再测量一下，现在阻值变小了，越来越小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假如音响放声音的情况下，就这样顺时针，它是调音量大的，它越这样调越大，声音越大，实际上它的阻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小。看到现在是5.多 K 了。如果调到最大的话，它应该就没有阻值了。我们调最大，然后再量一下，看到吗？现在就没有阻值了，它就相当于是一条导线了。所以说，声音是最大的声音呢。现在是，我们如果在测量的时候，给它调到最大以后，然后在这儿测量，还是阻值特别大的情况下，那就肯定是这个电容器它就坏了。我这儿有个坏的双联电位器，这个是我上一次修音箱的时候拆下来的，这个是50K 的，我们测量一下，看它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先测一下上面这一排阻值，然后这儿已经关到底了，关到底以后，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在这儿写的是50K， 它应该在50K， 它不应该在90多 K。然后我们旋转再看看啊，应该把它旋转到底以后，它应该就没有阻值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旋到底以后，然后这个阻值还是100多 K， 所以说它这个是坏的。然后我们再测一下下边这一路，它们的测量方法是一样的。看下边这个根本都没有阻值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旋转回去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个电位器它就是坏的，这个电位器它是串联在电路里边的。我们现在模拟一下，这个小灯泡就相当于是个音箱的喇叭，然后我们顺时针把它加大音量，旋转，你看这个灯泡越来越亮了。越来越亮就证明这个音响这个喇叭声音越来越大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关闭，逆时针旋转就相当于这声音越来越小。关到底，然后这个灯泡灭了，就相当于这个声音没有了。如果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检查出来这个音箱没有声音的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短接一下这两个角，这样一短接，如果有声音了，那就证明是这个电位器的问题。看到没有？现在一短接，灯泡亮了就证明这个音响喇叭有声音。像这种情况，一般我们换个电位器就能修好。这个电位器如果没有一样阻值的话，我们尽量找个比它大一个型号的，不要比它小了。你如果比它小了以后，它肯定会把声音关闭以后，这个喇叭可能还会有声音。现在这个电位器它的好坏判断及测量方法已经讲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